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，接着放进鱼汤里，搅拌搅拌，直接喝了起来。记者闻了一下，满满的肥皂味，奶奶却吃得非常香。这还没完，喝完汤，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，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，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大家非常不解，为啥要吃洗洁精呢？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，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。不得不说，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。饭后，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，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。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，工作又累又苦，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。偶然的一次，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，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没想到啊，这下不仅没死，胃还不疼了。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，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胃里竟然没事，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，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。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。2周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，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，要相信科学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再次回访，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，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，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它做了个泡菜拌饭，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1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它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，它竟然2眼发光，一直叫个不停，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却很健康，只能说它天赋异禀。不过呢，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，流得满地都是。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，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，用年糕蘸着液体，吃得一脸享受，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。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，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。听到此话，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，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。神秘液体越流越多，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。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，屋内2条，屋外1条。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，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找来专家，用热像仪一测，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，这就很反常了。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，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，有些液体都凝固了，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，颜色也变得深沉，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。观察了半天，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。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，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，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。下来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蜂巢吗？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。看到这一情况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大妈表示，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？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？专家表示，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，环境非常嘈杂，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，最后不得已弃巢了。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，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？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就在她拔牙回家后，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，参差不齐的，足足有20颗，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。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，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，仔细一看差点吓死。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，真的是人类牙齿吗？牙医看了一眼，说不仅是人类牙齿，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。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，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，从形状上判断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，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。一听说是乳牙，大爷很不理解，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，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？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？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。10号这天，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，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，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，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。为了排除这种可能，接着来到牙医诊所，调出了监控，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。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聊天中得知，这房子是他们租的，1年前才搬进来的，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。大家瞬间醍醐灌顶，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。接着联系到了房东，一问才知道，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，当时搬家忘记拿了，一切都是虚惊一场。这是一棵会生钱的树，每天都能在树下找到1枚硬币，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币，很奇怪，都是50的。店主说2个月前打扫卫生时，在店门口的树下意外发现的，之后每天都会出现1枚硬币，他也不敢用，只是把硬币收集起来。对于这种现象，有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的硬币，这种说法还是挺靠谱的，毕竟我们这边也有许愿丢硬币的做法。
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面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店主很焦虑，这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施法吗？节目组安装了摄像头，想要找到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位可疑的大妈出现了，她不经意地路过柿子树，随手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。节目组迅速出击，面对质疑，她却说什么硬币不硬币的，我丢的是一片树叶。原来大妈喜欢闻树叶的味道，时间一长，树叶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随手丢了而已。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是这位大妈。节目组决定继续观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到树下一看，再次发现了硬币。节目组赶紧调监控，发现了一个行为可疑的大妈。她在早上5点的时候有目的的朝树下丢了一个东西，随后匆匆离开。店主看到这一幕讲话了。原来这个大妈是收废品的，每天都会来店里收废纸箱。为了确定丢硬币的是不是她，店主在一枚硬币上做了记号。没一会儿，大妈又来收废品了，随后在店里买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她。大妈刚出门就把硬币丢在了树下，随后店主找到硬币确认了，一直丢硬币的人就是废品大妈。节目组赶紧追了上去，大妈也承认了，丢硬币的就是自己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。为了感谢店主，又怕店主不接受，才会偷偷的把硬币丢在树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。大妈最后也向店主解释了一切，和废品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位大妈也有反常行为。大妈交不起水电费，却每天给陌生商贩送钱，每人大约给2万，而且还不买东西，不要的话她会把钱丢进下水道。市场里的商贩都无缘无故收到过，就连街头卖菜的大爷大妈也收到过。这种奇怪的行为每天都会上演，而且最近金额也在变大，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万。大妈送钱也从不废话，丢下钱就走。假如一天要发10万，一年就是3600万。有人认为大妈可能中了彩票，然后想做善事回报社会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没这么多钱。节目组在他经常发钱的路口安装了摄像机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一个拉着购物车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出现了。她先来到银行取钱，取完钱随手把一些钱送给了旁边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说真的奇怪，我都不认识她啊。大妈刚离开银行就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发完继续去下一个地方。节目组追上大妈想了解下情况，大妈发现了摄像机，拉着购物车就溜了。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，买了几个汉堡后给旁边的人分了几个，路边树底下丢一个，剩下的直接丢进了垃圾桶，这多少就有点浪费啊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大妈同意让节目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她家里很破，而且家里只有大妈一人，那她为什么要给别人送钱？大妈却一口否认，说自己没有给别人送过钱。交不起水电费的大妈每天却给陌生人送钱，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大妈却说自己没有给陌生人送过钱。节目组说我们都拍下来了，就是你啊。大妈改口说自己是奉命办事的，是大山守护神让自己这么做的。然后大妈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玄幻。节目组还发现她家一直没有交水电费，大妈的存折上也只有几万块，看起来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，根本不足以支撑她每天出去送钱。这时大妈又说自己把股票卖了，但看起来像是临时编的谎话。第二天大妈又去了银行，把刚取出来的15万直接放在大厅的凳子上，谁想要谁要。节目组把钱收起来还给大妈，大妈突然哈哈大笑，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。这种反常举动，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看医生了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的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想要说服大妈去医院，还是被拒绝。接着大妈还哭了起来。经过连续几天的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一番交流过后，魏浩宇医生认为大妈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医生建议大妈要敞开心扉，分享自己的感受。街道办事处表示会帮助大妈，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。曾经收到大妈钱的商贩也表示会把钱还给大妈，希望她能好起来。至于她的钱到底哪里来的，节目中也没说明白。就这样吧，如果现实中遇到这种送钱的人，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的，请叫上我，谢谢。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只是在走路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，他竟然在用手走路，还都是走的鹅卵石路面，这得有多疼啊。有人认为他可能双腿有残疾，不得不这么做。这时大叔却突然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都做了5年了，不仅不疼，做完还非常爽。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不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。即使在公司，他午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为啥会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呢？原来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必须要做手术。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处在绝望中的他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这么一做就做了5年，慢慢的颈椎也不疼了，
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还是很担心他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果然颈椎恢复的不错。接着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劳检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部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，医生表示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，可以坚持锻炼。听到这话，大叔更开心了，出了大门就一路用手走回了家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啊，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。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。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，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。出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真的是
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，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，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，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。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，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两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的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。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。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，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。接着来到路边摊，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，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。这样下来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。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，还说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别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馆、厕所3点一线。下班后他来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夹上3块，再放上一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。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。回家又做了1份辣酱拌饭，还加了1管芥末，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。之所以这么能吃呢，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，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也不信，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。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，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，当他吃下东西，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。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，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，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，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。之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围观群众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，都说他是怪胎，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老师一直鼓励他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，没钱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。接着一番全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听到这话，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。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神奇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
能转360度，还说一点都不疼，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，一气呵成，洗碗也变得很方便，还上过节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，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，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！不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，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话，甚至能够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对比，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，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，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，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，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，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大家只要看到别人摸肚子，他就会打嗝。看到电视上有人摸肚子，也会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却没有任何反应。节目组觉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认，还说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欢喝可乐等容易打嗝的东西。问题是她在餐厅工作，顾客酒足饭饱后都会摸一下肚子，这使得她打嗝不断，有一次还吐到了锅里，顾客一下子都不饿了。后来顾客都知道了她这种怪癖，还开玩笑似的当她面摸肚子。她去过很多医院，都没有查出任何毛病，医生都以为大姐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姐还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也没有任何改善。节目组抱着一丝希望，带她来到大医院进行了更彻底的检查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那现在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原来这个情况是5年前开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帮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却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，按摩过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这让大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问题不大，以后不要太在意打嗝这件事，慢慢就会变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打嗝更严重，她一天24小时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，头发都掉光了。她得了高血压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她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头后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柠檬，都无济于事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她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她好受一些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打嗝就从那时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中枢神经，进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才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肿瘤之类的，但应该是良性的，有一种药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的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大叔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解决了大叔的问题。下面这个大叔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，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乐，一口气就能干1瓶，家里摆满了各种可乐。然而喝可乐的原因竟然是为了治疗打嗝。大叔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嗝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必须要喝可乐，打嗝才会停止，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又会重新打嗝，他必须不停的喝可乐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，暴瘦了几十斤。大叔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，一番测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大叔决定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번복하더라고요. 大叔干活时打嗝又开始了，身边没有可乐，只能把玉米杆捅进喉咙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晚上睡觉，大叔也要准备一个痒痒挠，打嗝的时候就要把它塞进嘴里，效果不明显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觉。来医院做了各项检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这时大叔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8年前，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。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每天必须随身带一根木棍，时不时就要拿着木棍去厕所，不然就会生不如死。只见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导致呕吐不止。老伴满眼心疼，说严重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没用。这到底是在干啥呢？原来大叔饱受打嗝困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气憋到窒息都没有用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头发都掉光了，甚至还得了高血压。他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柠檬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去过很多医院，也没有找到具体原因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，他会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咙里催吐，这样会让他好受一些。
大叔说这种情况是6年前开始的，当时母亲刚去世，对他打击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。打嗝从那时就莫名其妙的开始了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除了有一点胃炎外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脑膜中有一部分变得很大，压迫到了神经，继而刺激到了横膈膜，使得横膈膜异常收缩，导致不断打嗝。变大的这一部分，医生猜测可能是良性肿瘤之类的，有一种药可以抑制它的生长，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他向节目组打来电话，说自己已经6天没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远超过去，成了一个正常人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。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这只狗狗能看到鬼魂，不分昼夜的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可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噪音。主人给客厅安装了监控，然而在深夜拍到的画面更加诡异。主人说1个月前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开始对着天花板叫，就算拿它最喜欢的食物也不能转移它的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们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呢把热成像探头伸到了天花板，结果呢并没有任何发现，然后呢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呢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呢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询问情况，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只好呢去物业咨询，结果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人住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呢监控显示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了一会儿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见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着细微的噪音。接着呢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，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。这种声音呢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，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是因为刚刚搬了新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呢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彻底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呢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呢就睡着了，它是真的累了。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，当街看上一个不认识的女孩，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抢回家，强迫他们给自己做老婆。女孩父母知道后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。
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，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万事俱备，就缺新娘了。现在呢，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。新郎的朋友们正在商议绑架细节。新郎说和这个女孩仅仅见过几次，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，于是呢就开始策划绑架，已经策划了1个月。新郎还贴心的提醒朋友，抢人尽量小心一点，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男孩们显得很兴奋，出发前还做了个奇怪的仪式，家里长辈还叮嘱千万别让她跑了。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，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，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，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。然后呢，他们紧随其后，伺机而动。说完，行动就开始了。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，但什么都没说，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很快，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。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。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，见时机成熟，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，时刻准备着。女孩正在打水，男孩们装成路人，慢慢靠近，趁女孩不注意，直接下手架了起来。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。节目组大为震惊，这其实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。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，但周围的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，脸上呢还笑嘻嘻的。面对一群陌生的男人，女孩脸上惊恐万分，奋力反抗，但无论怎样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。男孩们却笑着安慰女孩，说早晚都得结婚，和谁结不是结啊？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，他一言不发，但内心早已乐开了花。很快他们就回到了新郎家，家里早已聚集了亲朋好友，大家一片欢声笑语，都在等待新娘下车。女孩死死把住车门，但还是被男人狠狠拖下了车，像拖一件货物一样，看着无比绝望。拖进婚房后，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。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，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，轮番规劝，安慰女孩以后会幸福的。说着呢，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，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。女孩一心只想回家，哭声里充满了绝望。长辈们也不着急，整个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，甚至几天，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。经过长时间的规劝，女孩呢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，看起来已经妥协了。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，男方呢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，直接就出发去女孩家。大概的流程就是来到女孩家先道歉对不起，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，现在呢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所以呢来给你说一声。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，女儿父亲终于开了门，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，表情看起来很平静，不仅收下了礼物，甚至呢还热情款待了他们。女孩的奶奶说，没想到我是最后一个知道孙女要结婚的。女孩的妈妈则表示，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还是很开心的，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，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架来的。聊天过程中才知道，女孩还在上学，看得出来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，都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。最后呢，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两家人举杯庆祝。从第二天开始，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忙前忙后，照顾男方一大家子。记者看得很迷惑，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。但新娘呢，并没有任何埋怨，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。在吉尔吉斯斯坦，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，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，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。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，但无济于事，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。